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不适合综艺，而是太容易被挑刺，继扒拉菜后又被嘲邋遢。中餐厅本宣传中华美食的正能量节目，不管是前3季在国外，还是第4季在国内，始终不变的是弘扬中华美食的宗旨。随着节目不断的成熟，后厨也得到不小的改进。光元老级嘉宾黄晓明就多次感慨后厨越来越强大，嘉宾任务越来越轻松。节目成熟了，后厨越来越专业了，嘉宾们的任务轻松了，但这也丝毫没有影响自带流量的嘉宾遭受过度指责与挑刺。第1季与第2季的赵薇，第3季的黄晓明，第4季的赵丽颖，他们都没能逃过观众的严苛要求。尤其是赵丽颖，她是勤劳还有责任心。中餐厅有这样一位管事者是件幸事，但就是这样一位几近完美的姑娘，也一而再再而三被挑刺、被嘲讽。因为在吃饭时用筷子扒拉菜被嘲没有餐桌礼仪，虽然张亮已站出来给澄清，黄晓明也说明情况，同时饭桌上多人出现扒拉菜的行为，但颖宝仍然是那个被吐槽的对象。农村人、没礼貌、看不下去等等各种词汇不断出现，矛头全面指向赵丽颖。不做解释的颖宝让人心疼，她只不过流量大容易被关注，但流量大就该被吐槽吗？扒拉菜被嘲后，赵丽颖依旧没有逃过被有心人用放大镜观看。这不，关于她迟到早退的吐槽又来了。节目中，李浩飞常常起得比较早，2位大厨紧跟其后。由于赵丽颖与黄晓明有健身的习惯，所以常常能看到他们早上健身的画面。在其他人都开始吃早餐时，赵丽颖与黄晓明仍在健身；在别人开始干活时，他们才刚吃早饭，因此被吐槽。他们虽然到得晚，但并非偷懒。餐厅的活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完成，而餐厅营业又是晚上6点，揽客一般也都是下午才去，所以早上并没有活要做。他们也知道这个情况，才慢悠悠健身。何况赵丽颖每到餐厅就直奔岗位开始刷杯子擦吧台，到了该揽客的点就去揽客，回来继续端盘送碗服务客人。这还只是一部分的活，吃完晚饭后仍继续劳动，清点账目核对金额，继续刷客人用过的杯子，再次打扫吧台。自己负责的区域做完后，还会主动收拾餐桌整理板凳。这一天连轴转，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，他既要管理财务，又像是打杂，忙前忙后。吧台、后厨、就餐区，这些都是他经常工作的地方。在粉丝的透露下，也能知道赵丽颖干活干到凌晨2点，所以没有偷懒一说，迟到并没有耽误工作，关于早退也没有出现过。作为大流量，赵丽颖就是节目的讨论点，但一而再再而三被挑刺，着实让人心疼。就连房间也被吐槽太乱太邋遢。游轮中的房间并不大，从播出的画面中可看到，赵丽颖带的东西比较多，衣服、包包、鞋子、化妆品、按摩仪等。因没有地方摆放，有的东西放在床上，有的就丢在地上的纸箱子里，有的挂在衣架上，还有的就摆放在地毯上。看上去确实很乱，但乱也是有原因的，而并不是因为它邋遢。房间本就不大，还要摆放行李箱与各种生活用品，一个梳妆台狭窄无比，放几瓶化妆品就已占满。同时房间里还要摆放金主爸爸的抱枕、金主爸爸的洗衣液、金主爸爸的自热火锅。摆放的东西杂又多，自然看上去比较乱，但乱中也自有规律。鞋子摆放在一起，干净的衣服放在衣架上，常用到的按摩仪放在床上，节目组的抱枕就放在床头。房间小显得杂乱，但并不能随便给它贴上邋遢的标签。
在相同狭小的房间里，行李少的林大厨与张亮也都不整洁，难道也是邋遢？赵丽颖曾在采访中说过，没有工作时会干家务收拾屋子，喜欢给家里添置小摆件，也喜欢定期更换摆件。冯绍峰也曾在节目中提到，赵丽颖比较爱干净，喜欢做家务，家里放的东西都由她决定。何来邋遢一说？颖宝不适合综艺的原因大概就在这吧，她不是不适合，而是总能被挑刺。扒拉菜，不干活，邋遢，总有一个不好的词汇贴在她身上。作为餐厅经理，就连她控制支出也能成为被嘲的点。餐厅已营业6天，总营业额为8089元，节目组给的启动资金为2000元，而这6天的总支出已有9020.8元，总营业额与启动资金加在一起也才1万多，光支出就9000多，6天的时间若没有启动资金2000元，那还亏损1000多。在这样的财务状况下，林大厨仍定出超高的标准，买厨具不手软，买食材不砍价，一出手就是几千块。若不是赵丽颖控制，支出会更多。有人说后厨需要厨具与食材，但有谁能体会赵丽颖的无助？餐厅入不敷出，大厨们还没有任何警醒，最后的2万块钱能否赚到？赵丽颖不是不让花钱，而是要让大厨知道支出需要对比收入，若收入2000却花3000，岂不是在开玩笑？6天的时间没有赚到钱，作为有责任心的经理，他怎能不担心？每个人都是为了餐厅好，赵丽颖并非抠，而是知道讲究收支平衡。从扒拉菜到如今的邋遢与偷懒，赵丽颖太难了。因为流量大，常常被挑刺。有人说她不适合录制综艺，只适合拍戏，其实不然，她不是不合适，而是太多人盯着她。大家都扒拉菜，被嘲的只有她；大家房间都不整洁，被嘲的也只有她。处在风口浪尖的颖宝让人心疼。中餐厅是弘扬中华美食的正能量节目，而非大家来找茬。与其盯着赵丽颖不放，不如跟着大厨多学2道家常菜，少一点挑刺，多一些包容，才会有更多的正能量。